透过中俄联合声明这些具体的条款和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出这背后的深层次的谋略，也可以看出对未来大趋势的一个判断。我们现在是在为未来的大布局和可能采取的大动作来做准备，这就是美国深为忌惮的一个根本原因。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现在关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和所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有很多的解读，咱们也就具体的内容做过一些这方面的解读了。但是呢，透过这些具体的内容，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背后发生了什么，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预判，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逻辑。这些事儿表面上咱们光看这些文字，看这些具体内容，确实也看不到。但是呢，现在是一切都在潜移默化的进行之中。我们来注意几点。这第一呢，我们其实是在做战略上的这个调整，而不是仅仅是在策略上的一个应对了。这个呢，实际上是开始主动的出手进行一种反制。我们先来看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布局它在联合西方，在遏制对抗，甚至未来都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这个大趋势是必然的。当然了，你要说西方的全部吧，这话也不太准。但是不管怎么说，西方从根本上还是要跟从美国的这种战略方向，那是美国他要维持他这个霸权秩序，他要这么做。西方国家，那你不管是从他的宗教民族的联系还是现实的利益还是说意识形态还是说他迫于这个压力等等，都是要站对美国这一边的。因此呢，我们必须在现在要拿出一个底线思维，做一个底线保底的准备了。那么要保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在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这个基本原则之下中俄要形成这种背靠背的战略伙伴关系，来对抗美国和西方的这种联盟，来对抗美国的这个战略布局。当然提到这个对抗的时候这并不是我们主动要搞这个对抗也更不是说我们要搞冷战，甚至要搞热战。但是美国这现在已经要搞到我们头上了，所以呢，我们的这种所谓对抗的本质是在进行反制。第二，我们可以看中俄在经济的层面上，那是一个互补的。中国和美国和西方那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所以中俄两国的合作经济上可以做到互惠互利，而这种互补、这种互惠互利的本身就能夯实我们的底线。我听到有一位朋友说他这个话说得很生动他说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紧密了，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中国获得了一个自带核武器的加油站。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太贴切了。第三呢，咱们说回点具体的，你就比如说这个台湾问题，我们中国要想在民族层面要复兴的话，台湾问题这个坎儿我们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当然是要追求这个和平统一了嘛。台湾毕竟那是我们的地方美国他要得不到台湾，他可以把它毁了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方案，你以为美国这只是说一说吗？他到时候他真可能做得出来的。我们肯定是不希望台湾这边遭到什么样的破坏，遭到什么样的毁坏是能不动武就不动武。和平统一肯定是我们最高的原则，是我们追求的最好的这个方式。但是呢，你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这武统的可能性它确实在增大，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我们不动手的话，那美国可未必不动手。那么一旦在台海爆发战事的话，俄罗斯就会是我们中国的能源粮食基础原材料和这个基本贸易这个保底的一个来源。这个呢，就是那位朋友说的这个俄罗斯是自带核武器加油站的原因。有些人对这些事看不清甚至说他对这些事儿，还有那一些人专门对中俄的这个合作，他刻意在那儿带节奏总是拿什么历史上来说事儿，或者说俄罗斯你别看他现在跟中国搞这么近，他不是真心实意的，我们怎么样，有的是善意的提醒，可有的那就是给你诚心酸溜溜的在恶心你，在说这个话。那么美国的未来布局是什么呢？它就是要消耗俄罗斯。从根本上来讲，美国认为最大的对手还不是俄罗斯，是我们中国，他要搞垮中国。所谓这个昂萨海洋秩序霸权秩序，一定要压制住这种大陆文明，这个就是现实，也是未来的趋势，也是我们做出的判断。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你不由得俄罗斯怎么想，你真心不真心，它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要面对现实，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就正所谓那个形势比人强。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我们当然永远不能忘记，也不会去忘记。
但是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要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我们从历史中总结出我们的认知，我们要从历史中走出来，我们要走出历史来重新书写历史。而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书写历史。